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王健林这3个字，今天听起来已经不只是首富了，更像是一道分水岭。一边是中国房地产最风光的那20年，另一边是高杠杆、高周转、高预售。这套玩法慢慢走到尽头，很多人看万达只看见2个字：落差。从首富到卖资产，从全国扩张到不断收缩，从万达广场遍地开花，到今天每一步都要先算现金流。但如果你只把它看成一个企业家的起落，那就看浅了。万达真正值得看的不是王健林怎么了，而是中国房地产这条路为什么最后会长成这个样子。今天我们就换一个顺序，把这件事拆开讲，先看结果，再看起点。先看万达为什么会被压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再看王健林为什么能在那个年代冲那么快，最后再看为什么他和万达的命运几乎就是整个行业的一张缩略图。先说现在，今天的万达最刺眼的不是还有多少楼，而是还有多少债。房地产公司最怕的从来不是账面上看起来不够漂亮，最怕的是钱进来的速度开始追不上钱出去的速度。一旦现金流转慢，事情就会变得很残酷。今天卖一个项目不是为了赚更多，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把下个月的利息先顶过去。今天出让一部分股权不是为了优化结构，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多争取一点喘息时间。外面的人总觉得首富应该很从容，实际上越是靠杠杆堆起来的帝国，越知道什么叫被时间追着跑。顺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你会继续涨；逆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只看你还能扛多久。这就是万达现在最真实的处境。但万达不是突然坏掉的，它是沿着中国房地产最典型也最危险的那条路，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的。要看懂这一点，得回到王健林最早的时候。王健林不是那种一开始就顶着光环的人，他出身普通，早年经历也很典型。军人家庭，讲纪律，讲执行，讲结果，这种背景后来很明显的反映在他的做事风格上。他不太像那种靠关系、靠姿态、靠慢慢熬的人，他更像是一个目标感很强的人，看准了就上定下来了，就压住节奏往前推。这在上升期特别有用，因为中国房地产最热的年代，拼的本来就不是慢悠悠做事，拼的是胆子，拼的是速度，拼的是谁先把地拿下来，谁先把钱滚起来，谁先把盘做大。王健林真正起势是赶上了城市化和旧城改造的窗口。那时候的大连乃至很多城市都在发生一件事：老城区要改，新地块要开，政府需要有人接，银行需要有人贷，市场需要有人卖。谁能把这3件事接起来，谁就能吃到第一轮红利。万达早期就做对了这件事，它不是简单盖房子，它是把住宅做得更像商品，把商品做得更像生活方式。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事，在当年都是升级，户型更顺手，配套更完整，体验更现代，交付更像样。这不是小修小补，这是把房子变成标准化商品的思路。一旦这套思路跑通，企业的增长就会很快。于是万达从地方公司慢慢做成全国公司。再后来，王健林又做了一个更关键的选择，他从住宅转向商业地产，这一步既把万达推上去，也把万达的风险推大了。因为住宅地产讲究的是快进快出，而商业地产讲究的是持有、运营、融资。再融资，周期更长，投入更大，结构更重。你表面上看，万达越来越像一家现代企业，购物中心、酒店、院线、文旅、体育、海外投资，什么都做。但从财务角度看，它也越来越重。重资产一旦铺开，企业就很难轻装上阵。只要市场顺风，这种重可以被解释成气势；只要市场逆风，这种重就会变成负担。王健林本人也是在那个阶段，把自己的自信推到了顶点。很多话今天听起来很夸张，但在当年大家并不觉得离谱，因为整个行业都在上涨，地价涨，房价涨，融资也不算特别难。只要你拿得到地，只要你借得到钱，只要你能把预售做起来，账面规模就会飞快膨胀。
于是行业里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：规模就是一切，速度就是一切，杠杆也是一切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当所有人都在赌明天还会更贵，很多企业就开始提前花未来的钱，先拿地，再抵押，再借钱，再拿地，再抵押，再借钱。这套链条在上涨期几乎无敌，因为只要价格继续涨，只要银行继续放，只要买房的人继续冲，链条就能一直转。可一旦中间某个环节卡住，整个系统就开始发抖。更关键的是，预售制度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，最后却常常被变成提前透支客户资金的工具。楼还没封顶，钱已经先进来了，项目还没完全交付，新的盘又开始上了。在高增长年代，这叫周转快；在下行年代，这就叫风险外溢。万达真正的转折点，不只是房地产下行，而是他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更大的资本故事。他不满足于只是做国内商业地产，他想做文化旅游，想做院线，想做海外项目，想做世界级企业。听上去很大气，但问题是，你越往外扩，越依赖外部环境，而外部环境恰恰是最不可控的。大马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节点。这类项目的意义不只是项目本身，它代表的是一种雄心，代表的是万达想从中国地产公司变成全球资本玩家。可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，风向一变，局面就会反过来，海外扩张受挫，国内融资环境也开始变化，监管盯得越来越紧，资本市场对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、体育、境外投资的态度也越来越冷静。债券跌，股价跌，融资收紧，企业的压力就会一层一层传导到现金流上。这时候很多人才真正意识到，转型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完成的。你过去背着的债不会因为你改了一个方向就自动消失，你过去签下的承诺也不会因为你换了一套叙事就立刻失效。这就引出了万达最关键的一层问题：上市和资本运作。很多人以为上市只是融资，但对万达来说，上市更像是一个估值出口，也是一个退出机制。只要能顺利上市，早年引进来的投资人就能退出，旧账也能重算。问题是，万达的资本路径走得很曲折， A 股排队反复受阻，后来转向港股，港股上了，股价又长期低于预期。王健林觉得估值被低估，又想把万达商业带回去。可资本市场不是你想回头就能回头的，私有化、回购、对赌，这些东西一层叠一层，最后都会变成新的压力。很多人喜欢把这一套叫空手道，但真相不是空手套白狼那么简单，它本质上是把金融结构推到极致，只要结构还能转，你就是高手。一旦结构转不动，你就会被自己的承诺反噬。万达的麻烦也不只是自己签下来的那些东西，它还有一整条产业链的连锁反应。有些旧伙伴、老股东、老朋友最后也变成了债权人和追索方。这就说明在地产周期里，关系并不能替代现金，信用也不能替代回款，情面更不能替代现金流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回头看万达，会觉得它特别像中国房地产的一张缩略图，因为它几乎把这个行业最典型的路径走了一遍。先靠城镇化和土地红利起飞，再靠高杠杆、高周转把规模放大，再靠资本市场把估值推高，最后在环境变化之后，再靠卖资产缩规模，降负债来止血。你看上去像是在救一家公司，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一个行业的典型退潮方式。更准确地说，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一家企业太倒霉，而是很多企业都在同一套逻辑里跑过。在上升期，大家比的是谁更敢拿地，谁更敢借钱，谁更敢讲故事。到了下行期，大家比的又变成谁先收缩，谁先卖资产，谁先把债务压下来。评价体系几乎是倒过来的。这本身就说明过去那套逻辑并不是永远成立的，它只是阶段性的胜利，只适用于特定的时代。所以今天再看王健林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，不是他有没有翻身的可能，而是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样本之一。因为他比很多人更早明白，地产行业真正值钱的不只是砖头水泥，更重要的是融资能力，是信用，
是节奏，是把未来提前换成今天的能力。在上涨年代，这叫本事；在下行年代，这就变成风险。王健林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这些年他一直在卖资产，一直在降负债，一直在尽量把压力往下压。至少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和那种直接躺平、直接摆烂、直接把尾巴甩给别人收拾的做法还是不一样的。他是扛着压力往前挪，但问题在于信用不能替代周期。一个企业如果底层模式就是高杠杆、高预售、高扩张，那么只要周期反转，照样会疼。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结构问题。王思聪的故事也能反过来说明这一点。如果说王健林是上一代地产人的样本，那王思聪就是另一代富二代资本叙事的样本。他很早就有钱有名，也很敢说，电竞、直播、投资、娱乐圈，什么热就追什么。在顺风的时候，这叫眼光；在逆风的时候，这就很容易变成试错。两代人最大的不同，不只是性格，而是所处的时代不一样。王健林那一代面对的是从无到有的城市化，靠的是改革窗口期；王思聪这一代面对的是互联网资本最热闹的阶段，靠的是追风口。两代人都吃过时代红利，只是红利形态变了，一个吃土地和信贷，一个吃流量和估值。当红利退潮，前者会被债务拖住，后者会被市场教育。熊猫直播的起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，前期流量猛，后期亏损大，最后还是熬不住。这说明一个道理，项目能不能活，不只看它火不火，还要看背后有没有持续输血的能力。而当家族主业开始收缩，边缘项目往往会更早感受到寒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王健林和王思聪虽然是两代人，但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很强的王氏风格，强势、直接、敢拍板、敢压节奏。这套风格在上升期非常有效，但在收缩期就会显得特别吃力。从更大的角度看，万达的故事其实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儿：中国房地产过去20年的繁荣，不完全是企业家的能力，更大程度上是时代、政策、信用扩张和人口流动共同推出来的结果。这些条件同时存在的时候，很多企业都能长得很大。可当这些条件开始反转，最先出问题的也往往是那些靠杠杆长出来的巨头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回头看万达，很多人会有一种复杂感受，它不是一夜之间塌掉的，它是一层一层退下来的。它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，它更像是一个时代在慢慢收尾。如果放到澳洲来看，这种感觉其实并不陌生。澳洲房地产也经历过周期，只不过澳洲的金融监管更稳一些，银行体系更保守一些，家庭杠杆和开发节奏的约束也更明显。所以当中国市场从高速扩张转向去杠杆的时候，冲击会显得更剧烈。因为很多人习惯了把增长当成常态，一旦常态被打破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不适应，但市场不会因为你不适应就停下来等你。这也是我看万达最深的一层感受。它不是单纯的商业故事，它是一个时代的信用故事，是一个关于扩张、融资、估值、幻觉和回收的故事，更是一个提醒，提醒我们，凡是把未来压得太满的模式，最后都得面对清算。所以如果要给万达下一个判断，我会说得更直接一点，它不只是王健林个人的起落，它更像是中国房地产终局里最典型的一幕，不是突然结束，而是慢慢收场。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，为什么像王健林这样的故事过去会那么容易被人崇拜？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社会太喜欢把做大当成能力了，企业做大，项目做大，账面做大，名声也跟着做大，大家看见的是规模，却很少回头问这个规模到底靠什么撑着。只要房价继续涨，只要信用继续扩，只要外部环境不出大问题，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就是经营水平。其实不是，那更像是顺着大潮往前冲，潮水在的时候谁都像英雄，潮水退的时候谁都得露出底牌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回头看万达，不应该只拿成王败寇4个字去解释，它的意义更大。它告诉我们，一个时代如果长期奖励冒进，奖励杠杆，奖励讲故事，那么最后
就一定会有人把这3样东西一起吃回去。而且这种逻辑放在澳洲也看得懂，澳洲人也见过矿业高峰、地产高峰、信贷宽松后的回落，只是澳洲的节奏更慢，刹车更早，代价也更可控。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在于，它一度把太多东西压在同一个增长叙事上，所以一旦转向，冲击才会这么大。这就是我对万达最直接的总结，它不是单个企业的意外，它是一个模式，走到边界后的自然结果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